喂，是韦哲先生吗？我是。我是咱们大楼的保安，昨天来找你那个女孩，好像生病了，在楼下待了一晚上，你知道吗？是不是出什么事了？啊？我马上来。好。人在这儿呢。谢谢啊。没事。江达林，醒一醒。江达林。啊。哎，你发烧了，头这么烫。这是哪儿啊？你问谁呢？魏哲老师。给谁打电话能把你接回去？帮你打电话。喂，你们写的声明，我们法务部看了，觉得不行。声明不行，为什么呀？为什么不行啊？我们雷总不能道歉。雷总必须道歉，不然发什么声明啊？你是哪位？我是魏哲，江达林的助手。总之，这个声明不能这么发。这声明必须这么发。责任到底是谁的都还没搞清楚呢。现在没人关心责任到底是谁的，网友们只关心你们的员工付出了一切，现在过劳死了，你们公司却在抠抠搜搜，舍不得一点抚恤金。你给我听好了，如果你们想大事化小，小事化了，现在公司上上下下只能有一个声音，那就是我魏哲的声音。只能有一种态度，那就是我魏哲给你们的态度。我要马上见顾凯雷。我们雷总没有时间见你。你以为我想见他吗？除非他认为杨默的案子对你们公司无关紧要，我会在40分钟后到你们公司。我这个人非常讨厌别人迟到。走，我先送你去医院。我要去 New Face。杨默是在度假期间心脏病突发去世，不是过劳死。这点你在声明里必须要写清楚。还要我说多少次啊？你只要在声明里主动提及“过劳死”这3个字，就是在给网友找话题。现在我们追究死因是非常愚蠢的，网友只在乎杨默猝死以后的处理结果和你们 New Face 的态度。可这根本就不是我们公司的责任。那你打算找谁说理去？现在关键的点不是他到底是不是过劳死，事实上，几百万个网友说他是过劳死，就算他不是过劳死，他已经是过劳死了。
你们 New Face 现在是一家正在上升期的著名公司，而杨默只是一个普通员工。行人乱穿马路被汽车刮伤，汽车司机就算是没有责任，也会赔点钱。你觉得你的一句没有责任就能了事了？你现在需要安抚的是网友的情绪。可我不能任人敲诈。你已经没有时间了，半个小时之内这个声明必须发出去，措辞必须诚恳，态度必须有同理心。你要向杨默的亲属还有网友道歉。雷总不能道歉，他必须道歉。他不能道歉。我再说一次，他不是因为这件事儿道歉，他是因为其中的误会道歉。道歉是一种态度。我只知道道歉是要负责任的，万一引发诉讼怎么办？他不会去诉讼的，诉讼他没有证据，1分钱也赔不到。但还是有风险。公司正在融资审核，我们不能有任何法律风险。如果舆论继续扩大，你们公司将面临的不仅仅是法律风险这么简单。你知道我在处理危机的过程中最讨厌什么人吗？就是你们这些法务，从来不会站在战略角度考虑问题，一天到晚就是风控，为那么一点点所谓的风险拼命的扯后腿。我警告你，你不要挑战我的职业尊严。我只是在陈述一个事实。各位，声明可以随便发，道歉只要没风险也行。杨默的抚恤金就是10个月的工资，不能再多了，因为杨默本来就不是郭老四，给多了反倒显得我们New Face心虚。至于怎么谈，你们自己想辙。魏先生，真是太谢谢你了！我给他打了1上午电话也不接，微信也不回，我真的是快要急死了。搞了半天，原来是生病了。魏先生，江达林昨天晚上是在你那里睡的？别误会啊，江达林是在我们家楼道睡了一晚上，早上是被保安发现了，给我打电话我才知道的。我也不知道他为什么不回家。在楼道里睡的？他这个人就是这个样子，稀里糊涂的。现在公司找了公关团队来处理杨默的案子，我担心这件事情越来越难解决了。他们发的声明我看了，New Face刚刚也给我打过电话了，他们只肯出10个月的工资作为补偿，那连30万都不到。我感觉我现在就像个要饭的。对不起，这是老板的想法，我也左右不了。这就是杨默口中的好老板，他拼死拼活的为公司，到头来，他顾凯雷宁可花钱去请公关团队来解决问题，也不肯多出1分钱给他的兄弟做补偿。他们真的太过分了。你先忙吧，那个江达林交给你了。哦，等一下，谢谢你教我闺蜜写声明，谢谢你替她开了会。谢谢你，把我闺蜜送回家。其实达林是真心的想要跟你学公关的，而且他绝对是诚心诚意想邀请你到他们公司当合伙人。这事儿你怎么知道的？我向他推荐的你啊。你很了解我吗？我之前调查了你一下，花了2000块钱才拿到你的详细资料。我的身价可真低呀，2000块钱就把我的底细调查得清清楚楚。猎头谁呀？保密。Okay. See you next time. 拜。 . 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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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你是说，那个女孩抓住你胳膊的时候，你原本晕眩的头脑忽然就清醒了？是的，那种感觉特别熟悉，就像是林娜的儿子突然抓到我手指头一样。能说具体一点吗？是开心、烦躁、平静，还是什么别的？安全。我觉得他们都在寻找一种安全感。你觉得你能保护他们？我希望我可以。那你今天为什么要来我这儿呢？现在有一个女孩需要我帮助，我也很清楚我可以帮到她，但是我就是没有找到一个充分的理由，我一定要帮她。他是谁呀？是抓住你胳膊的那个吗？他对你来说有什么特别意义吗？她的爸爸以前帮助过我，我觉得我也应该帮助他。但是帮助别人是不是也得有个度啊？我的助理跟我说，如果我现在帮助他，也许我就要搭进去我下半辈子的职业生涯，所以我有些犹豫了。你醒啦？烧也退了嘛？马帮你，过来！马帮你！我跟你讲了多少次，你不要连名带姓的叫我，我叫帮你，帮你，帮你。上次你帮那个林娜的时候，有没有考虑过度的问题？那个时候根本没有时间考虑。如果我不帮助他，说不定那个小孩就没了。那你后悔了吗？救那个孩子？不后悔。你知道你为什么不后悔吗？因为在最后的关头，你选择的是遵从自己内心的召唤。其实这个女孩子也是一样的。你不要老想着是你在帮她，很多时候，帮人就是帮自己。你不是跟我说过，你经常去看那个孩子。我想不用我说，你自己心里能感觉到自己内心的变化吧？这就是那个孩子带给你的帮助。你现在纠结的是，你想帮他，但是你在和你自己的内心抗争。那你的意思是，我应该要帮助他？我的意思是，人生虽然是有无数个选择题，我们经常站在十字路口，但是其实往往我们能走的路只有一条，那就是我们的内心给我们做的选择。所以你只要遵从自己的内心，向前就好。好，现在深呼吸，慢慢的把眼睛闭上。仔细的倾听一下自己内心真实的声音。对了，还有一件事，以后绝对不允许再开车。我记住了。马邦尼，我告诉你，别说这里不是你家了，这里就算是你家，你也不能随随便便留一个男人过夜的。你俩才认识多久呀？这有什么的呀？我们又不偷不抢的，你干嘛那么封建嘛？他可是你的学生哎，你们是什么师生恋呀？影响多不好。我们两个已经商量好了，先地下恋情一段时间，以后再公开。万一他把这里当成你家了，有事没事就过来，想要跟你亲热，你怎么办？你放心，我以后肯定不会让他再上来的。那你家也不行呀，那街坊邻居那么多，看到了像什么样子啊？你是个女孩子，你要矜持，知不知道？不能跟他们随便的。哎，你讲话给我注意一点啊！你还说我呢？你自己不也是被男人给送回来的？什么男人？魏哲呀！
人家不但把你送回来，还替你开了会，男神一枚，可以呀。开会？我的生命。哎呀，我手机呢？哎，在这儿呢，在这儿呢。今天早上回来就没电，给你充着电。12个未接来电，给我吧。完蛋！你真的决定加入 DL 了？为什么？为什么到现在才告诉我？江达玲说她需要我，让我好好考虑一下。现在我考虑好了，就通知你喽。老大，你知不知道我跟灯塔公关的项目已经谈到什么程度了？只要你去，灯塔愿意为你成立专门的公关部，由你全权负责，独立运营。另外，给你5%的股权，年底分红就这个数。你跟我说实话，你到底是看上 DL 了，还是看上那个江达玲了？别在这胡说八道。总之，你今天必须给我一个合适的理由，不然我坚决不同意你去 DL。看你那气急败坏的样子。哦，我想起来了，你以前被 DL 拒之门外过。别那么小肚鸡肠好不好？我小肚鸡肠，老大，我跟了你这么久，没想到你是这么看我的。您好，您拨打的电话正在通话中。老大，我跟了你这么多年，之前多少公司找我，我都没有去，为什么？因为我愿意跟你在一起工作。可你不能因为我心甘情愿，就完全不考虑我的感受。去 DL 不是你一个人的事，你必须给我一个说得通的理由。那你听好了，我去 DL 有3个理由。第一个理由 ，DL 需要我。自从鹏坤基金引发了这场危机，就充分地暴露了他们在危机公关这一环节有多么的薄弱，就像要溺水的人需要游泳圈一样，我就是游泳圈。而且在这个时候跟他们谈条件，无论你要谈得多高，他们都有可能答应。于是就有了第2个理由，也就是你最关心的钱。你别说的好像你不在乎似的。我当然在乎了，不然我在这折腾什么？这次你去跟 DL 谈，条件谈到你满意为止，我想他们应该会答应的。这还差不多。那第3个理由呢？我是受到江远鹏的影响，才入的公关这一行。现在 DL 有了麻烦，你觉得我应不应该去帮他们？喂，总算接电话了。李金柔的视频我看了，我要马上见你。好。这才1个多小时，就已经上热搜了。我不知道这么做是对还是错。公关不是打官司，公关是让需要扩大的尽可能的扩大，需要了结的尽快的了结，让企业按照自己期待的节奏往前走，和对错没关系。可如果不知道对错，那我努力的方向又是什么呢？客户至上，你不需要有自己的方向，对客户有利的方向就是你应该努力的方向。我发现你喜欢纠结在对错里，这样很容易忽略事物的本质。可事物的本质又是什么呀？输赢，
输赢就是一切。差不多就得了，当我不存在啊！现在是怎样？给小学生上专业课啊？还要从头教吗？我就是想向魏哲老师请教请教。自我介绍一下，我叫路易斯。你好。之前一直给魏哲当助理，但不知道以后还干不干得成。当然可以了。其实我知道你的，你在超级可乐杯校园创意大赛中得过最佳文案，你也向我们公司投过简历。我们公司没有录用你呢，真的是巨大的损失。我接个电话。喂，你好，请问是江大林吗？是。魏哲在不在？魏哲？哦，他在忙别的事情。那我们怎么办？雷总特意交代这个 case 是让他参与的。其实您这边要有什么问题，找我就行。是这样，给媒体的通稿第2段不能这么说。给媒体通稿的第2段，就是我们对杨默的去世感到无比的悲痛和遗憾。什么问题？什么问题啊？我认为这里可以再加一句，同时杨默家人的不实指责和过劳死的谣言纯属子虚乌有。我司想保留追究法律责任的权利。哦，我觉得这么说不妥。李静柔发的微博已经把公司害惨了，无数媒体打电话来问，这个对公司造成了非常恶劣的影响。我认为我们必须得阐明态度。这是骂人。骂人？我骂谁了？杨默已经死了，如果这么做，只会显得很冷酷，也很残忍，会激怒网友的。我只是在表明立场。我们发通稿的目的也是为了把这件事情压下来，激怒网友，对我们有什么好处呢？那我想问问你，我们做这件事情的目的是什么呢？维护公司的利益。不对，是维护公司长远的利益。那这样吧，咱们别在电话里争了，你来一下，我们商量怎么修改措辞。好的，那我一会儿就过去。看来我得去一趟了。我必须要反驳你一句：输赢不是一切。你刚才也说了，我们这么做是为了维护客户长远的利益。但如果连对错都不知道，我们怎么维护？更别提长远了。所以，你是错的。拜拜。学会以子之矛攻子之盾了。他是在偷换概念。你从来都没有这么认真的教过我。但是你连我银行卡的密码都知道啊。那好吧，我就不吃醋了。他挺可怜的，现在就是个光杆司令。这 Stella 真够狠的呀！还有更狠的，New Face 欠 DL 100万，现在都还没付呢。那你还打算加盟 DL？ 看看 New Face 这个案子，他能办成什么样？内忧外患，毫无经验，这么大一件事，你要是不帮他，他肯定就不该喽。师傅领进门，修行靠个人。万一人家办成了呢？由于 New Face 公司发出声明，严重伤害了李静柔，因此李静柔在网上视频发声，对社会反响很大。对于杨默过劳死事件引发的连锁反应，很多年轻人对新型创业企业只讲效益不讲良心、没有道义的行为进行抵制。我们很想采访李静柔，但是李静柔拒绝采访。很多媒体聚集在她家楼下跟踪报道。李女士你好，我是 DL 传播的江达玲，我代表 New Face 来探望您的。
默是别人介绍认识的。第一次见面的时候，我看着他穿那格子衬衫，我掉头就想走了。可是碍着介绍人的面子，还是坐下来了。一块吃顿饭呗。后来，他就把我菜单往我怀里塞，叫我挑贵的点。那饭店撑死了人均100，贵能贵到哪儿去？价钱买什么呀？我吃了2口就想走了，他就愣在那儿了。我都出门了，他才追上来。我还以为是他醒悟了呢。后来他说是我手机落下了。杨默就是这么一人，他一点都不浪漫，但是他特实诚。先对您家发生这样的不幸，我们表示同情。其实我今天来就是想多了解一些情况，想知道您的想法和要求。不管怎么说，杨默都是 New Face 的员工，他这次度假发生这样的意外身亡，不是意外，他在加班。我从认识他那天起，他到哪儿都背着电脑，到哪儿都先问有没有 WiFi 或者4G 信号。是，不可否认，杨默真的是非常好的员工。但您说的这些，并不能证明他在加班。工伤保险条例的第39条规定，不要给我背条款。人活着的时候，每天废寝忘食，在公司吃，在公司睡，从来没有人找我背条款。现在人死了，你跑到这儿来给我背条款了是吗？哦，不，你让我把话说完。其实我就是希望能认真的听您的意见和想法，并且我们能够友好的去协商。那双方如果真的想和解，那必须得拿出一点诚意，对吧？诚意。你一上来就跟我说杨默的死是意外，然后就跟我说背条款。哎呀，我问问你，你的诚意在哪儿？哦，那个，不好意思，我能去个洗手间吗？谢谢。哎呦天哪！你不是平时嫌我车技差，今儿怎么主动让我开你这宝贝车了？都说美女开车可是一道风景啊，尤其像你这么美。哼，听着像真话。傅姐啊，何姐，又怎么了？哎呀，你终于接电话了，我就怕你不接。我现在在李金荣的家里，我有一个问题想要问你，还紧急。你听好了，我现在拒绝回答所有专业的问题，我回答问题是要收费的。我知道你很贵，但是这个问题一点都不专业，就是很常见的一个问题。说吧。我很想跟对方讲道理，可是对方一直哭，怎么办啊？你想跟对方讲道理，可是对方总是想跟你讲感情，是不是这么回事啊？对，就是这个意思。很简单啊，这就说明你的道理没讲到点儿上。
行了，我不跟你说了，我在外面有事儿。谁呀？还魏哲老师？一个同行，同行管你叫老师啊？就是帮过他一个忙，然后哭着喊着要拜我为师，我都没辙。哟，哲哥还有没辙的时候呢。被你收了吧？哈哈哈哈哈！那还用说？当然没有了，平白无故把我叫老了一辈儿，这不是占我便宜吗？No no no， 我看是你怕被他平白无故叫老了一辈儿，不利于占他便宜吧？你真的想歪了？所以它比较干净，做完以后第二天不难受。又怎么了？你不会一次把话说完？我还有一个非专业的问题要问你。验孕棒上有2条杠，是不是代表怀孕了？你连怀没怀孕这事都得问我，你自己不会搜啊？不就是想跟你确认一下吗？我哪知道？我又不是女的。又挂我电话。还是你点吧。过些日子呢，我可能要开一档类似真人秀的节目，到时候宣传方面的事儿，还请哲哥多多帮忙。你改行当制片人了，宣传还得管？哲哥，你可真的是好凉薄哦！上次你帮我改策划案，我就告诉你了，我要离职创业。这我从台里出来都快1个月了。现在我是主持人、导演、制片人，剧务都得一个人干，不干我就得喝西北风。你能不能对我上点心？刚才电话里问我2条杠是不是怀孕了？你说他这意思是不是她怀孕了？哲哥，你装什么傻呀？要不然人家问你干嘛？我还说呢，我们哲哥什么时候变得那么冷酷无情？你这么看着我干嘛？又不是我的。不是你的。楚妹，我是不婚主义者，可我不是打着不婚主义的旗号到处耍流氓的人。你是不是怀孕了？谁的呀？没看出来呀？你还有这本事啊？什么？李静柔怀孕了？对，我亲眼看到了厕所里的验孕棒。哎呀，坏了！哎，你说她会不会拿这事儿当杀手锏，讹我们更多的钱？你觉得不应该多给吗？嘿，我说查总，你别老瞪着我行吗？我给公司省下来那些钱又不是装在我自己兜里来了。你看公司现在发展的多好啊，楼上楼下加起来好几百号子人，我花钱的地儿多了。要都像你这么意气用事，那雷总出去融再多资，那也不够花的呀。我怎么意气用事了？我这就是实话实说。哎，行了，你俩能不能先别吵了？DL那边有什么建议？我还是那句话，尽快跟李金柔和解。你说什么？尽快和解？我们公司每年给你们 DL 那么多公关费，你给我来一句尽快和解？谁不知道要尽快和解？关键是怎么和解？我现在的底线你现在很清楚啊！马上去找李金柔谈到他点头为止。雷总，别生气，消消。来，坐下。坐下。江总，哈，你别怪我们雷总着急啊。这件事确实是在网上闹得沸沸扬扬的，对我们公司未来影响非常的大，所以拜托你，不管怎么样都要把这事帮我们解决了。我们一定会尽力的。现在网上还有那么多关于我们公司的负面评论和帖子，怎么办？咱们公司所有关于杨默的聊天记录已经全部删除掉了，我也给他们下了死命，谁也不准对杨默的死做出评论，包括发布相关的信息。但这外边的人，咱可真是控制不了。
咱们这儿一边删，人家那儿一边写着，咱也不能太明目张胆的删，你说是不是？所以我觉得这件事一定是有人在带节奏，否则不可能越闹越大。所以，向总，还是麻烦你帮着查一查，好吧？知道了。原来李静柔怀孕了，所以我才说她可怜啊。她老公刚走，现在又有了孩子，那未来一个人一定会很艰难的。所以你同情心大发了。那我不能见死不救吧？感情用事是做公关的大忌。魏哲老师，你就再帮我一回吧。你都已经帮了一半了，你不能半途而废啊！你这样对不起客户，对不起李静柔，也对不起我。顾凯雷只给50万，这50万够干什么用啊？那我给你出个主意，放弃这一单吧。你什么意思啊？你缺少对客户的忠诚度。做公关的永远要为自己客户的利益负责，没有两全其美的事情。魏哲老师，别叫我老师，你这样的学生我教不起。行，那如果这单我办成了，你是不是就可以当我的老师，并且做我的合伙人了呢？就当你同意了。记得我跟你说的话吗？第一，不能感情用事。第二呢？青蛙要用温水煮，骆驼身上的稻草要一根一根贴上去。学会察言观色，进退有度，不能被别人牵着鼻子走，要把节奏掌握在自己的手中。很好，把这个带上。你还是不跟我去是吧？我自己可以的，放心。杨默他为了公司，这几年每天不是加班到深夜，动不动就头脑风暴。到了周末还有团队建设，说白了就是把这帮人关一酒店里继续干活，好不容易休息一天，还要开什么复盘会，家里老人生病了都没法照顾，都是我去的。肯定杨默的辛苦，同时表示遗憾，强调公司的规章制度。杨默真的很辛苦，我们也觉得很遗憾。但现在这个情况，只能算是意外死亡，不属于工伤。杨默如果这几年不是天天加班导致亚健康，他年纪轻轻怎么会心脏病突发？这不属于工伤吗？这怎么就不属于工伤呢？心脏病的并发有很多原因，除非有医学的鉴定，否则很难证实杨默的死就是过劳死。杨默那些天一直在工作，真的。我每天半夜醒过来，我看见他躲在阳台上，躲着我，一边打电话一边写代码。早知道是这样，我说什么也不能让他这么熬着呀。30万，你们太过分了。按照公司的规定，像杨默的这种情况，最多只给6个月的抚恤金。这30万是考虑到杨默曾经为公司做出过很大的贡献，是经过董事会特批的。真的对不起。从我个人来讲，我非常同情你。杨默真的很优秀，而且他的优秀，大家都是有目共睹的。不要说废话，直奔主题。太冷漠了。你说什么？在他们面前，我天天要钱，天天要钱，就像个要饭的。你以为这滋味好受吗？
我是真没办法了。你看看这个，我怀孕了，孩子是杨默的。我自己一个人，我没有钱，我怎么把他的孩子养大？他们给30万，你告诉我，现在30万能干什么？问他要多少钱？你先坐下。那您这边希望是多少？200万。加10万，告诉他这是底线。现在 New Face 这边的底线是40万。真的抱歉，我们只能要到这么多。40，你们这是欺负人！现在的问题就是没有证据可以证明杨默是工伤而死，因为大家听到的都是你的一面之词。他真的是被 New Face 累死的，真的，我没有骗你们啊！他在普吉岛的时候，天天都加班，就算是在机场，他都是开着电脑工作。我原本这一些我都可以拿他的那个微信聊天记录证明的，但是杨默晕倒的时候，手机掉马桶里进水了，我去手机店修了，手机店说修不好，打不开。你们要证据是吧？证据有啊，产品部的每一个同事都能够证明。还有，这是杨默的工作笔记，你看看他哪天休息过？光有日记不够，得有人证。产品部的同事们我都问过了，没有人说到杨默在加班。那是 New Face 不让他们说真话，让他冷静一点。如果到了举证的过程，就得打官司，到时候谁也帮不了他。林女士，虽然我们是 New Face 派来的公关团队，但凭良心讲，我们真的是尽可能的帮您多争取一些。我希望你接受这40万，否则的话，只能通过劳动仲裁或者是打官司，耗时时间长不说，如果通过劳动法的规定，你连这40万都拿不到。杨默，你都听见了吧？你睁开眼睛看看吧，这就是你的 New Face， 你爱的 New Face， 那么爱他，可他对你这么冷血。你活着的时候，顾凯雷跟你称兄道弟，你死了，你的老婆孩子就是他的包袱。我告诉你，我希望你诅咒他顾凯雷，但顾凯雷没有良心。如果有一天我活不下去了，我就带着孩子去找你。您别……条件谈完了，不要被情感迷惑，心肠要硬一点。现在放下你的协议，可以走了。
林女士，我希望您不要太难过，也不要说这样的气话。保重身体是最重要的。这个协议我放在这里了，如果你签了它，这40万3天内可以打到你的账上。红茶，我觉得你要是对公司有意见，你可以提出来。你干嘛在外边搞什么捐款呢？你这样做，你让公司的人怎么想我这个 COO， 怎么想雷总？你们爱怎么想怎么想，捐款又不是我发起的。不是你发起的，我告诉你，这个小程序就是你部门人写的。我手下的人每天都要写10几个小程序，他们写什么我管得过来吗？你别忘了，你是他们的领导，你是公司的 CTO， 这事儿你管也得管，你不管也得管。你要明白，这件事如果传出去，会对公司的声誉造成很大的影响。说得好像现在公司的声誉很好一样。红茶，你这态度不对啊！你现在不像是 New Face 的一员，倒像是一个站在公司对立面的人。我要是站在公司对立面，我就不会来这儿跟你们说这些话了。不瞒你们说，今天一早就有2位高级工程师跟我提出辞职。辞职？对，我暂时没答应。出了这事儿，大家谁都不好受。现在大家都在观望公司的态度，你们这么做，已经让大家很寒心了。你们看着办。喂，哎，江总，那个李静柔给公司打电话，答应和解，接受40万的抚恤金。雷总让我给你打个电话，跟你说一声，辛苦了。我知道了，后续的问题我会处理好的。金总，再见。哎，好，再见。李金柔答应和解了，40万。恭喜你啊，旗开得胜，杨默的案子终于办成了。喝完这杯咖啡就可以高高兴兴的回家了。这个案子没有完。你还想干嘛？我在看杨默的日记，你看这段，今天写代码的时候，居然睡着了，还梦到雷总跟我说 bug 解决了没有，结果一睁眼，被我想到了解决的办法，真是神了。李静柔说的没有错，杨默就是过劳死。那又怎么样？杨默是很拼命，但是他为什么拼命？他是为了他的理想，为了他的未来，为了他的期权，这是最现实的。而且我相信杨默非常清楚他拿命要去换什么，只是他运气不好，没有换到而已。杨默是个成年人，他完全可以为自己的行为负责任。的确，公司没有逼迫员工加班的权利，但是公司也没有照顾员工身体健康的义务吧？一个连自己健康都不在乎的人，别人还怎么在乎他呢？你不能因为一本日记就加大对他的同情。我觉得你这么说太不近人情了吧？听我的，这件事情到此为止了。我过不去。
连李静柔都答应和解了，而且 New Face 这次对你的表现非常满意，明天就可以坐地数钱，皆大欢喜了。你还想干什么呢？我们这么辛苦，难道就是因为钱吗？啊，就因为我拿了 New Face 的钱，所以他们让我干什么，我就必须要干什么吗？我不能有自己的判断和是非观念吗？我让你到此为止，不只是因为钱。如果你继续追究下去，你知道会变成什么样吗？你会变成一个一心跟客户作对的公关代理。你还想不想在这个圈子里混了？你还想不想有别的客户了？你还想不想在 DL 坐稳你的总裁位置？我们明明知道事情的真相，我们为什么要隐瞒呢？你怎么知道这就是真相呢？杨默的日记、李金柔的话，这都是一面之词啊，根本成为不了证据。而且这种问题 ，New Face 根本就没有必要出面反驳。我不是让你隐瞒真相，我是让你有选择地说出真相。那如果说我有证据呢？你还有什么证据？红茶，红茶能够证明。你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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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坐吧。谢谢。你们找我什么事儿？偏要吃兔兔。我是光环之塔，仰望天际大区王之圣殿公会的会长，偏要吃兔兔。在网上号召玩家集体卸载《光环之塔》游戏 APP 的主谋是王之神殿公会会长偏要吃兔兔，他的 IP 地址在月华6村，是红茶的家庭住址。光环之塔的主设计师居然要号召玩家们卸载他的游戏，你这个游戏的名字还挺萌的，跟你不太搭呀，可以吗？能不录吗？谢谢。这名字你们怎么知道的？我们怎么知道的不重要。今天来，我们就想弄清楚一件事情：光环之塔是 New Face 最热门的手游，也是玩家最多、利益最高，同时，它更是 New Face 能不能完成 C 轮融资的关键。你是光环之塔的主要设计师，为什么你会在网上号召大家集体卸载这个游戏？你要不想聊这个没关系，那咱们先来聊一聊杨默。据我所知，杨默是你招进公司的，他跟你的关系最好。你们是 New Face 的公关还是李静柔的公关啊？这不重要吧？我们只是想了解事实的真相。New Face 刚创立不久，急需一批程序员。在那个时候，我们公司小，待遇差，很多人不愿意来，但是杨默来了。我记得当时面试的时候，他跟我说，他不在乎薪水多少，他就喜欢干这个。说句实话，当时我把他留下来，只是觉得找一个能干活的人不容易，还便宜。可是后来越来越发现，他真的很拼命，还很有天赋，就渐渐的成了我们部门的骨干。不知道杨默有没有跟你说过，他有写日记的习惯？
这本工作日记里提到最多的2个人，一个是顾凯雷，一个就是你。他是真的把你当兄弟的。那天我无意中听到你跟顾凯雷在吵架，你问他，杨默还是不是你的兄弟？你就是这样对待你的兄弟的吗？今天这个问题，我替杨默再问你一遍：杨默还是不是你的兄弟？你就是这样对待自己的兄弟的吗？为什么连句真话都不敢说？我对不起杨默。我在 New Face 的工号是007号。本来大家都叫我 James Bond， 我的英文名就是 James。后来有一天我出门摔倒了，瘸了好几天，刚好裤子上破了个洞。杨默这个臭小子居然给我改名叫东东拐，害得现在大家都叫我东东拐。我们当时不觉得苦，大冬天的啊，那房间里面连个空调也没有，但是一点也不觉得冷，就总感觉吧，这身体里面好像有一团火一直都在燃烧一样。我们每天就光想着怎么能把产品做出来，怎么能做得更好，什么时候可以上线，其他的什么也不想。我们根本就不存在什么加班，我们那时候就觉得大家都是在为自己做事情，为自己做事情，哪还有什么加班不加班啊？杨默是我招进来的，他后来跟我说，刚来公司的时候看见公司在一个民房里上班，还以为是个传销组织。我们面试面了一半，雷总进来了，说叫大家去吃小龙虾。我说雷总，这有一个新人面试呢。他说那就叫着一块去，边吃边面试。杨默就这么被一堆小龙虾给忽悠进去了。在最艰难的时候，我辞职了。就在决定走的当天晚上，我一个人喝了1斤白酒，酩酊大醉。之后我到了公司，我看见雷总，我抱着雷总嚎啕大哭。雷总反的安慰我说，之后公司慢慢有了起色，再请我回来。我现在回来了，雷总对我真的很好。这是杨默的创业日记，李静柔给我的，您看一下。这是什么？你什么意思？我只是希望您能重新认真的考虑一下。李静柔现在怀着孕，也没有工作，也没有固定的收入来源，你们现在给她的赔偿费真的太少了。你来是给李静柔求情的。我只是希望您能……你弄这么一个东西出来，就是为了打动我，好让我同情李静柔。你知不知道你现在在做什么？其实我特别知道您在说什么。可革命不是请客吃饭，创业更不是。我是 New Face 的 CEO， 我坐在这儿，我所做的一切的决定，就是要对 New Face 负责，对投资人负责。等公司未来上市了，我还得对股民负责。我不可以，也不可能做出感情用事的决定。你也是总裁，你就这么当总裁的？东西是不是收拾好了？赶紧走，欠你们公司那100万，我会让财务给你们打过去。杨默走的那天晚上，从下午3点开始，
我们就一直陆陆续续的通电话。因为光环之塔的更新包出现了问题，必须在12个小时之内解决。很多问题只有杨默最清楚。我还记得当时他在电话里开玩笑，早知道这样就不选这个时候度假，这不是等于换了一个地方工作吗？你是不知道我老婆发那火，我自己去了。我刚刚给她哄好了。当时我还安慰他，我说杨默，等公司上市了，你拿到股份，就给李秀柔多买几个包，包治百病嘛。我跟他最后一次通电话，当时杨默假装拉肚子，躲在洗手间里接的。他怕他老婆生气，他还抱怨说：“我蹲了2个小时，腿都蹲麻了，再这么蹲下去，我的腿啊就蹲残废了。”当时我在群里还笑话他怕老婆。那个更新包我已经给你传过去了，你查看一下。解决完更新包的 bug， 已经是凌晨4点了。我现在就是饿，但什么也吃不下去。这是杨默跟我说的最后一句话。你要弄清楚，你现在是谁的公关。你说我是不是特别蠢啊？一直就蠢呀！明明只是南墙，还硬要往上撞，是真的蠢。换成是我，肯定不会这样做呀！拿着人家 New Face 的钱去帮李静柔做事情，你在跟我搞笑吗？你安慰我一句能死吗？可你就是这样的人呀！哎，你还记得咱们军训的时候吗？张小丹，钱包丢了，硬要说是我偷的，理由就是我是全寝室最穷的一个，却买了条1000多块的裙子。我记得当时没有一个人敢吭声，就你站出来替我打抱不平。虚的呀。结果呢，他钱包找着了，你逼着他出来跟我道歉。早看他不顺眼了。我这个人呀，从小到大就自私自利、爱慕虚荣的，可我就是愿意跟和我相反的人做朋友。江大林，这件事情你做的对，我支持你。总算说句人话。行啦，既然事情都已经发生了，那你就不要再去想了呀。还是赶紧琢磨一下该怎么控制公司的损失吧，江总裁。我怎么控制啊？人家是新官上任3把火，我呢，走马上任第一个案子。我不仅坑了公司，我还坑了自己的客户，关键是魏哲我也保不住了。哎呀，我原本想着吧，这个案子要做好了，我就拉魏哲入伙。现在案子黄了，他肯定不来了。刚才你没来之前，我仔仔细细、前前后后、里里外外的把这件事情好好的梳理了一下。我真心觉得自己没有错呀。那你纠结什么呢？魏哲呗。我就是觉得对不起他。你要真想拉他入伙，那还不容易吗？怎么拉呀？色诱呗。去你的吧！哎，刚才我要是不给你打电话的时候，今天晚上是不是就住在李斯特那儿了？哎，我突然想上厕所，你等一下。莫雨桃，避讳问题，肯定是女流氓。今天我们在这儿是为了追思已经离我们而去的好兄弟杨默。从我们 New Face 创业之初，那个时候并不景气，我还有红茶，我们俩没事就去买彩票，就希望着老天爷能砸一个大的馅饼砸到我们头上。但是杨默从来都不买。我就问他，我说你每天都到公司给发财树浇水，为什么就不能给自己买一个彩票呢？他告诉我，他要把他自己的一生都赌给 New Face， 赌给我顾凯雷。
有一句话叫做“手持本心，方得始终”。这是工号005号工牌，杨默的。从 New Face 建立那天开始，他就一直带着它。这枚工牌见证了杨默为公司付出的一切，见证了我们 New Face 的成长。所以，我要把它转交给杨默的夫人李静柔。它代表了一种承诺。你永远都是我们 New Face 的一员，是我们的亲人。别担心，别再多想，别失落，也不必彷徨，擦掉眼里的慌，脚下路还长。感谢你对杨默工作的支持和对我们 New Face 的理解。不必永远伪装逞强。我宣布，我们公司一次性给杨默200万抚恤金，提前回购杨默名下的80万股期权。另外，等杨默的孩子出生之后，每个月再给3000元抚养费，直到孩子长大成人。刚来的路上，我其实特别紧张，我怕你又要大发雷霆，然后训我一顿。但没想到看到了这么暖心、让人感动的一幕，我又重新认识了你，真的，我觉得特别让人敬佩。所以，我也要向我之前的行为说一声道歉。这件事情，其实我做的不够好，还让你花了这么多的钱。对不起哈。这钱花得值，我呢反而更应该感谢你。是你让我看了杨默写的那本工作日记，他给我好好上了一课。我得让我的兄弟姐妹们明白，他们给 New Face 卖命 ，New Face 不仅能给他们一个光明前途，还能够照顾他们的一家老小，让他们后顾无忧。自打创业到现在，什么坑蒙拐骗、尔虞我诈那些手段我都见怪不怪了。但是像你们这样一个讲良心、说实话的公关公司，我还是头一次见。行了，恭维的话就不说了，说点正事。在接下来的1年里，你和你的 DL 恐怕要继续忍受我们的折磨。什么意思啊？我跟董事会商量过了，明年全年的业务都签给你们 DL。假的呀！不过你别高兴得太早。有一个前提，签给你们是可以，但必须得是你和魏哲2个人一起负责。还有魏哲？你呢，太年轻，完全交给你，我怕我又得多花钱。信封里面有张卡，卡里有35万，请您收好。多了10万。我们说好了，杨默的公关代理费我们1人1半。你听我说啊，先告诉你一个好消息，
New Face 把欠我们公司的100万还给我们了。是吗？还有更好的消息呢 ，New Face 把他们明年全年的公关业务全交给我们做了。真的？其实我觉得顾凯雷不仅讲道义，还挺有人情味儿的。最主要是他特别聪明，他知道自己要什么，知错能改。你想啊，他要是省着200万，那他就失去了员工的心，那就太得不偿失了。他现在把他们公司明年的业务交给我们做，那他的员工肯定会想，我们的老板还是那个手持本心、充满正义感的老板，我们要为他卖命，创造更多的价值。这样一来，他可不是多付了200万，他赢的可是员工们的心呀！他多精明啊！你说我分析的对不对？那真得恭喜你，恭喜恭喜！但是我重合同讲信誉，多出的这10万我还是不能收。你接着让我把话说完啊！这10万块钱算是我的拜师费，从今天开始，你就正式的收我为你的学生吧。我知道你特别贵，这点钱可能真的有点少，但怎么说也是我的一片心啊。你要这么说，那我就勉强收下这10万块钱。必须的。但是话要说清楚，跟着我就必须好好学，不然我随时开除你的学籍。还有，我先给你定3个月的试用期。等等，怎么当学生还有试用期啊？如果你有意见，那我再减1个月。没意见，就3个月。魏哲老师，其实我今天来还有一件最重要的事情，我正式的、诚心诚意的邀请你做我的合伙人。我答应你。你说什么？我们以前就说好了，如果你把 New Face 这一单干成了，我就考虑做你的合伙人。这次你干得很漂亮，所以我答应你。魏哲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我真的太激动了。魏哲老师，你怎么对我这么好啊？慢慢你就知道了。魏哲同意加入 DL 了，没看出来啊，魏哲喜欢江达林那一款的。我想知道，在你们男人眼里，江达林算哪一款呢？怎么说呢？有时候一副萌妹子的样子，一双大眼睛忽闪忽闪的，始终那么无辜的看着你。对于很多男人来讲，还是很有杀伤力的。那是你吧？我喜欢成熟型。去你的！魏哲这个人我还是比较了解的，他是不婚主义者，以他的个性，不会因为一个女人而影响前途。Stella， 大学刚毕业就进了 DL， 从姜远鹏的助手做起，一直到成为管理合伙人兼 CFO， 为 DL 的发展壮大立下汗马功劳。为人极其理性，决断力和行动力极强。逼宫的就是他。没错，可惜李月如棋高一筹，他没能得逞。另外有传言说就是他举报的姜远鹏，不过都是空穴来风，没有证据。魏哲上次直播就是针对姜总的，而这次又是姜总把魏哲请到了 DL， 你说这两者之间会不会有什么联系？我研究过魏哲经手的几个 case， 他的特点就是剑走偏锋，不按常理出牌。如果他真的想进 DL， 设一个局让江达林钻进来，这是完全可能的。所以他上次直播就是故意碰瓷了。现在看来碰瓷成功了。私生活方面 ，Stella 7年前通过人介绍认识了现在的丈夫，富悦酒店高级销售经理崔英俊。有趣的是，我发现这个崔英俊业务量的90%都靠 DL， 干事业双商爆棚，谈恋爱一团浆糊。很多出色女性都这样，我很理解她。你理解他？因为我的双商也很高。魏哲手上有很多客户，就连铃铛网也是他的，
他能来我们 DL 固然是好事。我们 DL 之前擅长的是营销传播，危机公关这一块是我们的短板。魏哲的到来会让我们双方取长补短，相得益彰。舒晴，你的校友，2年前加入 DL， 在成功的完成2单营销案后，迅速成了合伙人。因为升得太快，很多人在背后议论有猫腻。但我看了一下他做过的策划案，确实在策划上有一手，有想法、有创意，擅长以柔克刚。私生活方面，还有个2岁的儿子，但谁都不知道孩子的父亲是谁。单亲妈妈 ，DL 这几个女的还真是各有特色。光铃铛网这一家，每年在公关费用上就有4000万的业务量，再加上其他客户，魏哲每年就会给我们带来6000万的业务。等会儿，我怎么觉得你们都高兴得太早了？他那么精明的人，会不会让我们占便宜？杜威廉因为手上有地龙珠宝这个大客户，被当时想拓展奢侈品业务的姜远鹏挖角进了 DL， 擅长营销。之前有个金融界的女朋友，背景很强，他借此拿到不少客户。难能可贵的是，分手以后他还能把这些客户留在手里。女朋友常换常新，和你差不多。跟我差远了，我又没女朋友。就怕他狮子大开口，开出天价，我们江总屁都不懂，照单全收。就冲着铃铛网一个客户，多大的代价都应该请他。只可惜啊，可惜什么？可惜他是为了江达林而来的，而他们2个是什么关系，我还不清楚。以上就是 DL 几个合伙人的全部情况。老大，我最后再问你一遍，你确定要加入 DL 吗？是的，因为 DL 美女如云，适合我。能拿下 New Face 的年单，我还能说江总是歪打正着。但是能把魏哲请到 DL， 那我还真是对他的能力要刮目相看了。公关界有句行话，永远不要小看你的对手。他独来独往惯了，拒绝用助理。这女孩就每天去到工作室，准时准点，不说话也不进去，就在门口等着他，执着。还有一次啊，他想喝咖啡，可刚好那天下大雨，一直都没人接单，他就气得在办公室里骂，让门口这女孩听见了。结果过了没一会儿，这女孩拎着炼咖啡就进来了，浑身上下都湿透了，但咖啡是热的，感动。不至于吧？为了当个助理要这么惨吗？那得看是给谁当助理。魏哲是公关圈有名的金牌王老五，我是银牌。我猜这女的肯定不漂亮，不然何必用苦肉计？漂亮也得愿意付出才行。银牌的肯定没人愿意付出。不好意思，让一下。路易斯，早啊。我刚才跟你说什么了？你刚说的咖啡的故事是真的，其余都是编的。你叫艾米是吧？我记住你了。确实没有漂亮。Hello， 魏哲老师，今天10点半合伙人会议，你该不会是忘了吧？合伙人会议，我记得呀，我现在就在路上呢。就是有点堵啊，要不你们先开吧？啊，没关系没关系，我们可以等你的。你别着急，慢慢来哈。大概还需要多长时间啊？哎呀，这可不好说啊，我这前面出了交通事故。警车都来了。你到底在哪？哪来的牛啊？老大，这边请。走。
魏总早。我知道你叫艾米。老大，看看满不满意？我特意提出来的，你的办公室必须是整个 DL 最大的，还要无敌江景房。老大，我跟你说，只要你这些奖杯一摆出来，整层楼都被你给镇住了。你注意到没有？你刚进来的时候，那几个女孩看你，眼睛都好像长在你身上似的。你是不是把我的堵车背景音给换了？你说什么？我问你，你是不是把我的堵车背景音给换了？不好意思，我上个月换的。为什么会有牛叫啊？不可能，我用的都是国际大都市交通素材。那你告诉我是哪个国际大都市啊？印度吗？不好意思，我上个月刚去过孟买。魏总好，江总说请你马上去一趟会议室。谢谢，我知道了。走。开会的人呢？你今天前面出车祸了，是辆牛车呀？啊？啊？我怎么还听到有英文？是印度乡下吧？啊？别跟我啊的，你当我是傻子呀？第一天开合伙人会议你就迟到，故意的吧？你这是给我要下马威啊？不是给你下马威，是给他们。你怎么在这儿办公啊？我办公室装修呢，他们说这是暂时的，我们可是把最好的办公室都给你了。你办公室什么时候装好啊？不知道，他们说快了。你去哪儿啊？把你们行政主管叫过来。魏总怎么了？我没说清楚吗？把你们的行政主管叫过来。稍等一下。快点儿！怎么了？杜总，魏总正好找你有事儿。魏总来了，有失远迎，有失远迎。什么事儿？行政你负责啊？对。那我得谢谢你们啊，给我安排了这么大、这么豪华的办公室。魏总太客气了。哦，我不是客气，我还得麻烦你们，赶紧给我找2个人，把我的东西从我的办公室搬到会议室。从今以后，我在会议室办公。怎么，魏总对自己的新办公室不满意吗？非常的满意，满意的我都不敢用了。那什么意思啊？一个公司最大、最豪华的办公室，应该是总裁办公室。总裁是一个公司的代表，总裁办公室是一个公司的门面。你们把江总安排到会议室办公，让外人怎么看呀？你说将来我要是带着客户来公司了，人家要见江总，哦，我带着人家去会议室见江总。你们 DL 丢得起这个脸，我魏哲真的丢不起。你误会了，江总的新办公室正在装修，这些都只是暂时的。暂时是多久啊？1天2天，1年2年？这样吧，什么时候江总去到他办公室办公了，我再来上班。一个公司连自己的总裁都不懂得尊重，我真的非常的担心，这个公司还有没有发展的前途？好看吗？不要画。